保镖你瞎，老板都要被人占便宜了。服务员推了我一下，我淡定地剥开一颗大白兔奶糖塞进嘴里，望着舞池中央，我那位身价100亿、身材火辣但脑子可能缺根筋的雇主沈冰，正被几个头发染成红绿灯色的小混混围着。他手里举着酒杯，眼神已经开始涣散，脸颊红得不正常，显然那杯酒里有东西。按照我多年来看小说的套路，这时候该有个主角登场了。果然，2楼站着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年轻人，他嘴角挂着3分讥笑，正等着沈冰被逼到绝境，然后他好跳下来大杀四方。那哥们叫叶天，据说是什么山上下来的，绰号龙王。我站起身没往舞池走，而是转身走向了墙角，那里有个红色的小盒子。此时舞池里的混混已经伸手去拉沈冰胳膊，就在叶天眼神一凝，气沉丹田准备起跳。走你！放火了，跑啊！给你们加点料。别推我！我的眼睛看不见了。我趁乱冲进舞池，扛起早已神志不清的沈冰。沈总，现在逃生通道很挤，你要是掉下去被踩死了，我这个月工资找谁结？凭借着入职第一天就背熟的安全通道地图，我精准地避开人流，踢开了后门。身后酒吧里乱作一团，我隐约听见叶天在楼上怒吼：“谁？是谁按的警报？我的机会！”我撇嘴拉开车门，把沈冰塞了进去。这一波叫科学救援，热，好热！沈冰脸红得像熟透的番茄，嘴里哼哼唧唧的，他迷离的眼睛盯着我，身子往驾驶座这边蹭，那股子幽香混着酒气直往我鼻子里钻。这是典型的剧情，我熟。按照叶天那种人的想法，这时候应该找个5星级酒店开好房，然后用阴阳调和的方式给他解毒。事后这女总裁还会死心塌地爱上他。我打开了车内冷气调到最低，冷风呼呼的直对沈冰的脸吹。别冷！他打了个哆嗦，双手抱胸蜷缩起来。忍着点儿，物理降温。再说了，这车皮座椅挺贵的，你要是吐上面了，洗车费得你自己掏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震了一下，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“我是叶天，把他送到希尔顿1208房间，我能救他，事后少不了你好处。”我直接回复神经病，然后拉黑。救我，我难受，帮帮我。我侧头看了一眼，他眼神已经不聚焦了，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度亢奋又极度混乱的状态。别急，马上就到地方了。去哪儿？13院急诊科，洗胃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你这种情况属于急性药物中毒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插根管子进去，把胃里东西全吸出来，再灌点活性炭。沈冰愣了一下，然后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哀嚎。10分钟后，一到医院门口，我冲着里面昏昏欲睡的导诊护士大喊：“医生，这里有个富婆中毒了，推车来，一定要洗胃，用最粗的管子，别给我省钱，还有医保。”好。几个护士推着平车冲出来，七手八脚的把沈冰抬了上去。看着他被推进抢救室，我长舒了一口气。这年头做保镖太难了。交完费回来，我正蹲在抢救室门口啃刚买的烤红薯。就在这时，走廊尽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那个混蛋保镖竟然敢坏我好事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看到我蹲在地上吃红薯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整张脸都扭曲了。沈冰呢？他冲我吼，声音大的整个走廊都有回音。在里面，我指了指亮着红灯的大门，正插管子呢。那场面估计吐得不轻。混账，这种毒是凡人的医术能解的吗？只有我的太乙神针配合独门内力才能逼出毒素，你这是在害他。说完他就要往里闯，我把剩下一半红薯塞进嘴里，拍拍手站起来挡在了门口。让开！叶天眼睛通红，兄弟，这是医院，爱妻于重地，你要进去行医？可以啊。叶天一喜，算你识相。证件拿来，行医资格证、执业医师证，还有本院的会诊邀请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对了，看你这从山里出来的样子，身份证有吗？暂住证办了吗？最近流感严重，你做核酸了吗？行程码绿吗？叶天整个人都傻了，他在山上学了10年功夫和医术，师傅告诉他下山就能横着走，可没告诉他救人还得要证。这是鬼谷传人，我救人不需要那些废纸，滚开，别挡道！哎，动手是吧？看见没？360度无死角高清摄像头，全程录像，连声音都能录进去。你敢碰我一下，我立马躺下。
我有三高，心脏也不好，还是过敏体质。往地上一躺，没有20万你别想走。你说什么？叶天举在半空的手僵住了，他不怕黑帮，不怕杀手，因为那些人他可以打，但面对一个熟读刑法和碰瓷技巧的无赖，他那一身内力像是打在了棉花上。保安，保安呐！这里有一闹，有人要闯手术室。3个身强力壮的保安冲了过来，干什么的？保安大叔一声怒吼，叶天看看保安，又看看一脸无辜的我，脸憋成了猪肝色。他终究是没忍住，身为龙王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鸟气？他手腕一抖，几枚银针嗖嗖嗖的飞了出来，直奔保安大叔的膝盖。但我比他更快，我抄起走廊旁边的不锈钢垃圾桶，一个滑步上前，当当当几声脆响，把那几根针全挡了下来。袭警，哦不，袭击安保人员，持械行凶！我大喊，看不出来，还是个练家子。好。今天我就替沈斌清理门户，废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腿子。终于要开打了。来了，年终奖来了，碰瓷最高境界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幸亏练过硬气功，不然肋骨真断了。杀人了，痛死我了！道具组加鸡腿。他刚才明明可以躲开或者接一招，为什么直接飞出去了？剧本不是这样的。这小子在演我。给我起来！我只用了3成力，根本死不了人。3成力也是力啊！他练过功夫，练武之人欺负普通人，太不要脸了！放开，警察，前面的不许动！救我！奥斯卡欠我一个小金人。双手抱头，蹲下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敢拿枪指着我？第1次警告，马上蹲下。叶天还想解释，警官，你听我说，我是龙王，我有军部的。我管你龙王还是海王，身份证拿出来，放开我，现在走，回去慢慢审。看着叶天被戴上银手镯押走的背影，我停止了哀嚎，从地上爬起来，肋骨确实有点疼，不过没事，属于工伤，回头得找沈斌报销，还得加营养费。第2天中午，沈斌醒了，他坐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喉咙沙哑，洗胃的后遗症让他觉得整个食道都像被火烧过一样。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在削苹果，江湖，他盯着我，眼神很复杂。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昨晚情况那叫一个危急，我果断报警。我做拼了老命，一路狂飙到急诊，为了保护你，被那个谁打了一场。唉，你是说叶天要救我，结果被你送进局子了。他其实是我爷爷给我定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未婚夫那个未遂属于家庭暴力加刑事犯罪，这得判重点，这叫知法懂法。谁说是他下的东西？反正警方正在调查，沈总先别管他了，咱们来聊聊费用问题。挂号费50，洗胃加急诊费用800，我那辆车的油费折算200，一分都不能少。我的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、夜间出勤补贴，一共是5万8。支付宝还是微信？你掉钱眼里了，我差点失身，你就关心这点破钱，这人有没有心啊？沈总，咱们是雇佣关系，我挨了一场很疼的，那是内伤，不卖惨这钱不好拿啊。这年头谈感情伤钱，你要是觉得我服务不好，可以投诉，但钱得照付。行行，给你转10万，这多出来的4万2，你给我闭嘴消失，眼不见心不烦。老板大气，感谢老板赏饭吃，不打扰老板休息了。我先回去给您炖汤，医生说刚洗完味儿，只能喝流食。滚！好嘞，回见。走出病房，我看了看手机余额，美滋滋的哼起了小曲。但我知道这是没完。晚上回到沈斌那栋大别墅，我没有像其他保镖那样巡逻，而是搬了个小马扎坐在大门口，架起了一口锅，锅里煮着螺蛳粉，加了2个鸭爪，3个炸弹，还有双倍的酸笋，那股味道比生化武器还猛。没过多久，几个黑影鬼鬼祟祟地摸进了院子，显然龙王的报复来了。领头的黑衣人刚翻过墙，鼻子一抽，差点吐出来。卧槽，这家厕所炸了！我吸溜了一口粉，抬头看着那几个被熏得眼泪直流的杀手，兄弟们，吃了吗？没吃下来整点。说话间，我脚尖一踢，地上那根连着高压电的裸线悄悄滑进了刚洒过水的草坪里。院子里传来了一阵很有节奏的滋啦滋啦声，伴随着几个黑衣大汉像跳霹雳舞一样的抽搐动作。3、2、1，
到。3个杀手此刻就像3条死鱼一样躺在草坪上。我放下碗，戴上绝缘手套，走过去把那根电线收回来。这是我从物业维修部借来的，本来是想修路灯，结果一不小心掉地上了。至于草地为什么这么湿，那肯定是因为我热爱园艺，晚上浇水很合理吧。我蹲下身，在那个领头的杀手脸上拍了拍，喂，醒醒，别装死，我家电压才220伏，死不了人。那哥们浑身还在抖，嘴里嘟囔着 baby， 这叫智慧。我从他怀里摸出一把匕首，又摸出一份计划书，上面竟然还画了别墅的平面图，标注了沈冰卧室的位置。专业啊，现在杀手都这么卷了，做方案比我写周报还详细。李警官吗？又是我，江湖。没事，就是家里进了几个小偷，可能是想偷我的螺蛳粉配方。好嘞，辛苦您出警。这一波立大功了，估计能找沈冰申请个年终奖翻倍。先吃粉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半小时后，警笛声划破了别墅区的宁静。沈冰被吵醒了，站在2楼阳台上，一脸惊恐地看着我。江湖，你又干什么了？听见老板的召唤，我立马抬头挥手。老板没事，抓了几个送外卖的，哦不，送经验的。您接着睡，我去做个笔录。李警官看着我，表情很一言难尽。江湖，你这体质是柯南附体吗？对，这说明我是正义的化身，罪恶可行。这帮人绝对是有预谋的，背后肯定有大鱼。我建议严查，特别是那个刚被保释出来的什么龙王，嫌疑最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开着车送沈冰去公司。沈冰今天气色恢复了不少，恢复了那副高冷总呆着模样，只是看我的眼神总带着点探究。昨晚那些人是冲我来的，不然呢？冲我的螺蛳粉来的。沈总，你得罪人不少啊。不过放心，只要钱到位，苍蝇都飞不进你1米之内。车子刚停在沈氏集团大楼门口，我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叶天，手里捧着一束巨大的红玫瑰，摆着一副忧郁王子的模样。他怎么出来了？有律师呗。再说了，既然他既没行医成功，也没把我打死，顶多算寻衅滋事，拘留不了多久。冰儿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昨晚我被人所害，没能陪在你身边，让你受苦了。今天我是特意来补偿你的。叶先生，请自重。还有，昨晚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进医院。误会，都是这个保镖搞的鬼，他故意陷害我。这儿，你把他开除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亲自做你的贴身保镖。我不要工资，只要能守护你。哼，这是来抢饭碗的。叶先生，说话要讲法。我跟沈氏集团签了3年正式合同，5险1金齐全。按照劳动法，无故辞退需要支付2倍 N 的赔偿金。加上我刚受了工伤，还在恢复期，这个时候辞退我，那是违法的。我可以申请劳动仲裁，罚死公司。老板，虽然我知道你有钱，但咱也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吧。再说了，这位叶先生没有保安证，没有健康证，更没有无犯罪记录证明，公司人是不是绝对不可能录用他的？我唐龙给你们当保安是看得起你们，还要证。见没有，王大爷都有退伍证，你有啥？有精神病鉴定证书吗？你找死！叶天怒不可遏，手上青筋暴起，一股无形的气势爆发出来，周围的花瓣都被震落了几片。保安，大门口有人闹事，威胁人身安全。拿防暴盾来，顺便报警。说昨天那个易闹又来公司闹事了。一听要报警，叶天的脸色变了。他虽然牛逼，但显然对现代化制度还是有点忌惮。好，江湖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冰儿，你等着，我会证明这个人根本保护不了你。过几天老爷子的寿宴，我会给你一个惊喜。叶天的话让沈冰心事重重。我爷爷最近身体确实不好。沈冰叹了口气，医院检查不出原因，就是越来越虚弱。叶天说他能治，爷爷也很信任他。一般这种情况，要么是极其罕见的疑难杂症，要么就是有人偷偷给老爷子喂了什么相克的东西。你什么意思？没啥意思，职业敏感。那个叶天不是刚下山吗？他怎么知道老爷子病了，还那么自信能治？这剧本我熟，先让老爷子病危，群医束手无策，然后他一颗神丹妙要下去，老爷子活蹦乱跳，当场宣布你俩结婚。他不至于这么卑鄙吧？
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过2天寿宴是吧？我陪你去。这算出差，得加钱。周末沈家老宅，刚进大厅就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坐在轮椅上，面色蜡黄，气若游丝，旁边围了一圈人，个个愁眉苦脸。冰儿，你来了。叶天看到沈冰，立马迎了上来，然后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今天是家宴，无关人员还是出去候着吧。我是沈总的贴身保镖，合同规定24小时随叫随到，万一有人在寿宴上投毒怎么办？我得负责食品安全。哼，投毒？无知！叶天冷哼一声，转身走向沈老爷子。沈爷爷，您放心，今天我带来了师门秘传的9转还魂丹丹，只要1颗，包您药到病除，延年益寿。说完，他打开了木盒子，一股浓郁的中药味飘了出来，里面躺着一颗黑乎乎泥丸子一样的东西。周围的亲戚们纷纷惊叹：天哪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神药！叶少爷真是有心了，这下老爷子有救了。沈老爷子也激动的手抖，好孩子！叶天得意洋洋的捏起那颗药丸，就要往老爷子嘴里塞。慢着！我大喝一声，抓住了叶天的手腕，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我。叶天更是气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江湖，你又要干什么？耽误了老爷子治病，你赔得起吗？我这是为了老爷子的生命安全负责。我死死抓住他的手不放，鼻子凑过去闻了闻那颗药丸。叶神医，这药有生产日期吗？有保质期吗？有药监局的批号吗？有成分表吗？有不良反应说明吗？这是仙丹，是古法炼制的，哪来的生产批号？这是无价之宝。3无产品啊，老板这可不行吃啊！要是出了事，责任在您头上，您可得想清楚啊！万一吃坏了肚子，或者重金属中毒怎么办？朱砂、水银这些东西在古代可是炼丹标配。你放屁！叶天要被我气疯了，另一只手举起一掌就要拍我。哎，别动手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我灵巧地躲到沈冰身旁，要证明这药没问题也简单，咱送去化验一下，或者你先吃1颗看看。叶天冷笑，这药只有1颗，珍贵无比，我吃了，老爷子吃什么？那简单，我伸出手从他手里把那颗药丸抢了过来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掰开。不！叶天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。我把一半塞进自己嘴里嚼了嚼，口感丝滑，入口即化，还带着点坚果的香气。这不是麦丽素吗？我继续嚼了嚼，还是待可可脂的，稍微有点尖牙。叶神医，你这进货渠道不行啊，超市打折买的吧？全场哗然，沈老爷子也愣住了。不信你们尝尝。我把剩下半颗递给旁边的家庭医生，医生接过去闻了闻，又尝了一点，脸色变得古怪起来。确实主要成分是可可粉和糖。叶天的脸涨成了紫色，他浑身颤抖。这是药医，精华在里面，你毁了我的神药。拉倒吧，老爷子这病我刚看了，脸色蜡黄，眼球浑浊，呼吸带烂苹果味，这是典型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前兆啊！你还给他喂糖，你想填死他继承遗产啊？我转头看向家庭医生，大夫赶紧测个血糖，我敢打赌绝对爆表。家庭医生如梦初醒，拿出血糖仪一测，机器滴滴滴狂叫，直接显示过高，快送医院，胰岛素！医生大喊，大厅里又是一团乱。你还懂医术？我二姑父是得这病走的，症状一模一样，久病成良医吗？叶天站在原地，手里拿着空盒子，成了全场最大的笑话。老爷子被送走了，寿宴不欢而散。别墅门口，叶天拦住了我们的车，眼神里透着真正的杀意。当虎，你3番5次坏我好事，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嗓门大就能赢吗？他怒吼一声，气流在他周身旋转，地上的落叶都被卷了起来。看样子他要开大了。沈冰吓得抓紧我的袖子，怎么办？他好像真的会功夫。别慌，我解开安全带，推门下车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哈！龙啸九天，劈尸！趁着他在那摆 pose、蓄力、念台词的功夫，我打开了后备箱，拿出了一个红色的圆筒状的东西，拔掉保险销，对准叶天。找死吧！这什么东西？鹰子的运动，走好不送。这是车载高压灭火器，4公斤装的。可叶天的龙啸九天变成了剧烈咳嗽，他被喷得睁不开眼。我要用真气把粉尘逼出来。水！什么真气什么内力，在窒息的干粉面前通通失效，直到把一整瓶灭火器喷完，确保他变成了一个雪人。这就结束了？
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，不然呢？难道大战300回合把地球打穿？我把叶天扔在路边，沈总上车吧。对了，这灭火器也得报销，200块。我已经给精神病院打电话了，说这里有个重度妄想症患者，随地大小便还袭击路人。后视镜里，叶天绝望地吼叫着，但声音很快就被风吹散了。不过我知道，这家伙生命力顽强得很，下一次估计他就不会一个人来了。据说他背后还有个什么龙王殿。实在不行，我还有杀手锏。叶天虽然进去了，但江湖传说没停。据说他那个什么龙王殿拥有10万死尸遍布全球。我本来以为这是吹牛皮，直到第3天上午，沈氏集团的大厅被4个穿着奇装异服的家伙给堵了。他们往大厅一站，气场全开。我正好拎着给沈冰买的生煎包从外面进来，看这架势，我第一反应是这公司是要倒闭了，债主上门了。哎，干嘛呢？我挤过人群，站在那个拿铜锤的大汉面前，指了指地上的黄线，消防通道禁止占用，懂不懂规矩？你是何人？敢管龙王殿4大天王的闲事？哼哼！我是沈总的保镖兼公司安全顾问。我指着门口的刷卡闸机，外来人员登记了吗？有预约吗？没预约就在这儿聚众闹事，信不信我扣你们信用分？大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先废了他，再上去抓那个女人，逼他去局子里把龙王换出来。大汉抡起铜锤，照着我的脑袋就砸下来。这锤子少说得有50斤，这要是砸实了，我这脑袋就得变成烂西瓜。周围的女员工发出了尖叫，我没有应接。开玩笑，我1个月几千块工资，玩什么命啊？我往后撤了一步，把手里滚烫的生煎包袋子扔了过去。请你吃包子。大汉下意识地用锤子一挡，啪！油汪汪刚出锅的生煎包在铜锤上炸开，滚烫的汤汁飞溅，直接糊了他一脸。我的眼睛，大汉捂着脸惨叫，铜锤咣当一声砸在地上，把公司进口的地砖砸裂了好几块，破坏公物。我立马掏出手机拍照留证，这地砖是意大利进口的，1块3800，你砸坏了4块，加上人工费、运输费，4舍5入赔2万，现金还是刷卡。剩下3个天王看懵了，他们走南闯北，杀人无数，第一次见到打架先算账的，一起上弄死他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了警笛声，是交警。门口那辆挂着龙王001牌照的改装越野车是谁的？违章停车，堵塞消防通道，非法改装，无牌上路。司机出来，拖车来了。4大天王脸色一变，那是他们的战车，算你狠！撤先保车。他们拖着那个被生煎包烫伤的大哥，狼狈地往外跑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摇摇头，硬攻不行。他们开始玩阴的。下午，办公室乱成了一锅粥。不好了，沈总，公司内部系统瘫痪了。又是龙王殿。这是顶级黑客的手笔，我们的防火墙跟纸糊的一样。王晶怎么说？公司数据绝对不能丢。IP 在海外跳转了几百个服务器，路径像迷宫一样，根本锁不住。看这里，还有这里，每一次都被转发，根本追踪不到。他们威胁说，如果10分钟不答应，就把公司最新的产品配方公布到网上。这涉及到几十亿的项目啊！别看我不会敲代码，我连 Excel 函数都用不利索。沈冰眼圈都红了，那副强撑的女强人样子快绷不住了。谁说解决黑客一定要用电脑？这帮人就是读书读傻了。他们是远程控制是吧？需要网络是吧？对，那就行了。我打开箱子，找到那根最粗的闪着黄灯的光纤入户线，然后伸手用力一把，电脑屏幕上那个嚣张的骷髅头对话框不动了，数据传输进度条卡死在了那。好了，物理断网，现在哪怕他是互联网之神，也别想从这根断了的线里偷走一个字节。可是这样我们也办不了公聊啊。笨啊，这就是技术宅的死脑筋嘛。硬盘拔下来，换台没联网的电脑备份，然后通知运营商换个 IP 重做系统。这种事还用我教？好。沈冰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崇拜。江湖，你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？以前去网吧上网没钱了，老板就是这么给我断网的，这叫生活经验。断网事件后，沈冰非要拉着我去巡视公司，说只有我在身边他才有安全感。我很想告诉他，这属于额外工作，得加钱，但看他那副受惊小兔子的样子，算了，当是售后服务吧。我们进了专用电梯，准备去地下车库。电梯门刚要关上，一只手突然伸了进来，挡住了门。一个穿着快递服的男人低着头走了进来，他怀里抱着一个大箱子，站在角落里一言不发。沈冰没在意，低头看手机，我却眯起了眼睛。这哥们身上有一股味道，不是汗味，是一种很淡的擦拭刀具用的保养油的味道，而且他按楼层的手指，虎口处有厚厚的老茧。练刀的。电梯下行，突然那个快递员动了，他猛地扔掉箱子，右手从腰间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，直刺沈冰的后心。沈冰从镜子里看到了这一幕，吓得尖叫都卡在了喉咙里。
我没有去挡刀，也没有把沈冰推开，我只是伸出手指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按下了电梯操作盘上那个红色的急停按钮，紧接着又按下了警铃。咣当，电梯猛地一停，巨大的惯性让所有人都失去了平衡。那个杀手正全力往前冲呢，脚下突然一个急刹，整个人像炮弹一样飞了出去，脑袋咚的一声撞在了不锈钢电梯壁上。这一下撞得结实，我听着都疼。杀手捂着额头，眼冒金星，刀都掉了。电梯卡在了2层楼中间，灯光闪烁，警铃大作。你疯了！杀手晃晃悠悠地爬起来，捡起刀指着我：“这是18楼，急停会出事的，出事也比被你捅死强。”别过来啊！这是生化武器。哼，一个小瓶子也想吓唬我！我是龙王电金排杀手手影子，受死吧！这次绝不失手。走你！防狼喷雾加强版，辣椒素含量 2.0%， 在电梯这种密闭空间里，这玩意儿简直就是核武器。我的眼睛，我的嗓子，金牌杀手族。5分钟后，维修人员撬开了电梯门，他们看到的场景是一个杀手蜷缩在角落里哭爹喊娘。我和沈冰戴着口罩，眼睛红红的，像刚看完悲剧电影。大哥，下次别在电梯里用这玩意儿，味儿太大了，散不掉。特殊情况，保密要紧。回头我陪你10箱空气清新剂，柠檬味的。龙王殿急眼了，听说叶天的师傅，那位传说中的鬼谷老人亲自下山了。老头据说100多岁，鹤发童颜，一身功夫深不可测。他发话了，要在沈氏集团大门口摆下擂台，挑战我，即决高下，也决生死。谁是江湖？出来临死！江湖，别去！这老头看着就不好惹，咱们报警吧。报警没用，这种老无赖，警察来了也没辙。对付这种人，得用魔法打败魔法。我走出大门，来到老头面前。老头睁开眼，金光四射。你就是江湖，伤我徒儿，辱我师门。今日老夫要替天行道。大爷消消气，别激动，打擂台可以，但咱得先走个程序。难道是比武生死状？实名认证啊！现在干啥不要实名？您高寿啊？老夫103岁啊。那您身份证带了吗？老年证有吗？我是治安管理条例，超过70岁老人参加剧烈运动，必须有监护人陪同，并出示近期体检报告，签署免责协议。您监护人呢？儿子、孙子、重孙子？老夫乃是世外高人，哪来的监护人？那就是孤寡老人喽，更不行了。没监护人签字，这架不能打。万一我一拳下去，您躺下不起来了，我找谁赔钱去？饿上我怎么办？我还要还房贷呢，家里也没矿。老头被我激怒了，抬手就要打。看这是什么？对着他的耳朵就是一嗓子。社区送温暖了，免费领鸡蛋了，凭身份证每人领10个，仅限前50名。这一嗓子直接把周围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全招来了，几十个战斗力爆表的大妈蜂拥而至，瞬间把那个老头给淹没了。哎呀，这老头挡路，让开！老头被挤得东倒西歪，在人群中无助地伸着手，别推老夫，老夫有内功。哎呦，谁踩我脚？我站在人群外，看着被大妈们制裁的一代宗师，满意的点点头。在中国大妈面前，龙王殿算个球，又混过了一天。江哥真牛。晚上，沈冰非要请我吃饭，说是押金，地点选在了一家极其昂贵的法国餐厅。江湖，这几天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在哪里。我以前觉得你俗，只认钱，觉得你跟那些唯利是图的人没两样，但现在我发现，你比那些满口仁义道的，动不动就要毁天灭地的人可靠多了。这话听着不对劲，这是要表白？这可不行，保镖爱上雇主那是大忌，是要被扣工资的，得赶紧把这苗头掐死。而且按照剧情发展，一旦谈恋爱，我的智商就会下线，变成那种只会吼谁敢动我女人的傻叉。我切了一块牛排塞进嘴里。贾老板，这就是吊桥效应。什么效应？吊桥效应，科学名词，这都是错觉。人在紧张恐惧的时候，心跳加速，大脑会误以为这是心动，其实不是，你只是肾上腺素分泌过多，这纯粹是生理反应。回去睡一觉，喝点热牛奶，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激素代谢掉。明天你再看我，绝对又觉得我是个讨厌鬼。这家伙是木头做的吗？哼，你就这么不解风情？
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。试着加薪，这个好，老板英明。我觉得我最近表现，尤其是那个电梯救人，值得长20%。我跟你谈感情，你跟我谈钱，你脑子里除了钱还有什么？谈钱伤感情，谈感情伤钱，这可是至理名言。咱们还是保持纯洁的金钱关系比较长久。沈总，我就是个俗人，我有房贷，有车贷，还想攒钱娶个屁股大好生养的老婆。屁股大好生养，这什么审美？您这种豪门生活，我玩不转。您要是真感激我，年终奖多发点。这比一身香许实在多了。闭嘴！小红，你很得意是吧？别以为打败那几个家伙就赢了。龙王殿真正的恐怖，你还没见识到。又是龙王殿。晚上12点，城西废弃工厂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你要是不来，我就炸平沈氏集团。哎，这些反派能不能换个地方？不是废弃工厂，就是悬崖边。蚊子多又没空调，真是一点创意都没有。走吧，沈总，看来这饭是吃不安生了，我得去准备点，晚上给他们上最后一课。晚上11点，我开着车载着沈冰往城西开，沈冰手里紧紧攥着我给他的那瓶防狼喷雾。我把车停在离工厂500米的地方，熄了火。工厂中央的空地上点着几个大油桶，火光冲天。叶天站在中间，旁边还站着一个中年男人，身后黑压压的站了几十号人，个个手里拿着钢管砍刀。江湖，你终于来了！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店主，就是这个小子，屡次坏我大事，还羞辱我！那个叫店主的家伙往前走了一步，年轻人，胆子不小，敢惹龙王殿，你知道死字怎么写吗？我没理他，而是举起了手里的大喇叭，打开开关。那边那几个，把火灭了！你们在这点火，不怕引发山火吗？放火最起步3年以上，懂不懂法？他在说什么？少废话，把沈冰交过来，我留你一个全尸。讲不通是吧？多好，别探头，待会儿场面可能有点乱。你要一个人打几十个？沈冰抓住我的手，眼里满是担忧。江湖别逞强，要不我们把公司给他们算了。给什么给？那是我的年终奖来源，没人能动我的钱。死他！我不慌不忙地从背包里掏出了一个黑色的遥控器。各位，时代变了。我按下按钮，半空中突然传来了密集的蜂鸣声，10几架农用质保无人机，就是撒农药那种，从厂房破洞里钻了进来，悬停在人群头顶。这是我花了2000块从隔壁村租来的。放！随着我一声令下，无人机下面的喷头打开，不是农药，是我特调的加强版生化汤汁，成分包括墨水、臭豆腐汁、强力胶水，还有大量的滑石粉。哗啦啦，液体像雨点一样洒下来，冲在最前面的混混们瞬间中招。地面本来就不平，被胶水和滑石粉一弄，变成了溜冰场。哎呦，我靠，什么东西，好臭，我看不见了。几十号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摔成一团，刀枪棍棒扔了一地。有人想爬起来，结果手被胶水沾在了别人的裤子上，场面一度尴尬且滑稽。叶天和店主站在后面，身上也溅了几点墨水，脸色黑得像锅底。卑鄙无耻江湖，你敢不敢像个男人一样跟我公平决斗？用这种下三滥手段算什么本事？能用科技解决的问题，为什么要流汗？再说了，这是智慧，不懂别乱说。店主终于沉不住气了，他猛地掀开风衣，露出绑在身上的一排雷管，手里捏着一个引爆器。别动，再动我就引爆！这里卖了500公斤炸药，足够把这个工厂夷为平地，大家同归于尽！江湖，他好像是来真的，500公斤，我们会死吗？不错，道具太假。哼，500公斤，大哥，你知道500公斤炸药体积多大吗？哎，你这工厂里空荡荡的，哪儿埋了？别告诉我埋地下了，这水泥地连个缝都没有。我用的是新型高爆炸药，体积小，威力大，懂不懂？好，新行是吧？那你按呗，按一下试试。大家一起变烟花，挺浪漫的。过来，我真按了，别逼我，退后啊！我没停，继续走。店主一咬牙，猛地按下了按钮，
第一，引爆器上的指示灯亮了，然后没有然后了，没有爆炸，没有火光，连个屁声都没有。店主傻了，疯狂的连按了几10下。怎么回事？坏了！别按了，省省力气吧。全频段信号干扰器，网上250块买的，屏蔽无线电信号，懂吗？你这引爆器是无线的吧？频率是315还是433？这种民用频率一干扰一个准。不好意思，方圆500米内现在连车钥匙都失灵，更别说你这个西西版的遥控器了，9块9包邮的吧？还有这玩意儿，手感不错，挺 Q 弹。这不是火腿肠吗？外面包了层红纸就冲炸药。你饿了，还随身带干粮，玉米味的，挺香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不许动！队长，双手抱头，蹲下！那些还在地上挣扎的混混，以及傻站着的叶天和店主，瞬间被按在了地上。李警官走过来，看了看现场的惨状，捂着鼻子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江湖，你这次动静搞得挺大。”这叫聚众斗殴，非法持有管制刀具，恐吓、绑架未遂，还有，我查了，其实就是个搞传销的皮包公司，专门骗中二病少年的入会费，这属于经济犯罪。不服！我是龙王，我有外交毁灭权。灭个大头鬼，回去好好交代，坦白从宽，少看点网络小说。老板，这次算特大立功吧？奖金咱们按照合同第12条。这个傻瓜，别谈钱了，我想谈续约的事，一辈子的那种。这是要赖账？不对劲，心跳声。老板，这属于职场骚扰啊！我是有职业操守的。我家3代贫农，入赘这种事，我爸会打断我的腿的。那我嫁给你，我带着几百亿嫁妆给你家修路、盖房、建学校。几百亿，这已经不是考验干部的问题了，这是在考验人性啊！3个月后，沈氏集团大楼总裁办公室，我坐在老板椅旁边的小马扎上剥蒜，沈冰在批文件，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，眼神温柔的能掐出水。老公，今晚回家吃饭吧。爸说想你了。这样在公司叫我江助理。黄勇，谁是你老公？咱俩没领证，目前处于实习期。你要是表现不好，我随时单方面解约。那请问江助理，今晚能不能赏脸？我今晚还得去趟派出所，给叶天送点生活用品。听说他在里面表现良好，我去给他送2本刑法，让他好好改造，争取早日重新做人，知识改变命运。龙王爷的学法。待等，工作时间，扣钱。手里这个月工资加奖金，不够还有。这手感，这就是被富婆包养的感觉吗？啊，真是太堕落了，太腐败了，太香了。今晚回家，我给你做螺蛳粉，加2个炸弹。哈！我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繁华的城市。谁说小说主角一定要打打杀杀称王称霸？做个懂法、懂科技、懂生活，偶尔吃口软饭的保镖，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。走喽，回家煮粉。那个叶天说的没错，那句话总在耳边回荡。这个世界确实很疯狂，充满了各种套路和反派，但这都不重要。只要你手里有合同，兜里有报警电话，再加上一点点无赖的智慧，你就是自己生活里的最强者。全剧终。